为什么很多高僧都能提前预知自己的死亡，甚至还有不少高僧圆寂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引发佛界异象？难道佛学所说的轮回真的存在吗？人的死亡真的是早就注定好的吗？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宋真宗在位期间，有一位名叫善昭的禅师，年岁已大，活了78个年头。对于普通人来说，78岁可以称为长寿的年龄了，但对于佛教高僧来说，这个岁数不过是一个平常数字。当时新建造的寺庙都会请上有威望的高僧来主持，因而当时的汾阳郡守隆德府就打算为新造的承天寺找来善昭禅师来发挥一下高僧的能力。然而由于自己年岁已大，再加上多年未曾下过山，于是在吃饭的时候，善昭禅师就询问众僧有谁愿意陪同。一个和尚说自己愿意去，善昭禅师就询问他一天能走多少里。这和尚见善昭禅师年纪比自己大了好几轮，就故意说低自己的里程，只说了50里。谁知道善昭禅师竟然来了句：“那你追不上我。”于是另一位和尚也跳出来说自己一天能走70里路。善昭禅师听了之后，却仍然摇了摇头。正当所有人迷惑不解的时候，常年跟着善昭禅师的侍者走了出来，说自己能够做到善昭禅师去哪儿，自己就去哪里的地步。善昭禅师一听，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对着这位侍者说了一句：“我先走了。”在众人面前，肉身瞬间就化作了一团烟。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位侍者也毫无征兆地离去了。这恐怕就是最为神秘的圆寂时刻。可实际上，在佛教历史上，这等圆寂时刻实在是数不胜数。比如说，被尊称为第13宗的印光法师。1941年一天半夜，印光法师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呈打坐的姿态，并告诉身旁的弟子，自己即将在念完佛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弟子此时也刚从睡梦中醒来，人都是懵的，只听见印光法师突然大声念佛，随后念完佛之后，印光法师又念了几遍佛经，面朝着西方端坐着身体。待弟子发现他不再念佛之时，印光法师已然圆寂。很多人相信他是参悟了佛道，能够感知自己的死亡，并以强烈的意愿从睡梦中苏醒，亲自完成这场离开的仪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够在睡梦中离世，无病无灾，已经算是善终。但很少有人能像印光法师这种亲自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人的死亡是注定不变的吗？为何这么多高僧能够提前预知自己的死亡，甚至还有高僧圆寂时会天降异象，甚至常常是在不少人的见证之下？这究竟是巧合呢，还是佛学所说的命定轮回呢？尽管在佛教中，高僧预知自己圆寂的事例非常之多，但很少有那种天降异象的事情出现。倒也不是说高僧圆寂和天降异象是标配，而是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重要事件发生时总是会带有些许的征兆。明山长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明山长老出生在1914年，少年的他就立下要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佛教的志愿，方才19岁就已经剃度出家，成为太虚法师的法孙。抗战爆发后，明山长老也不是苦守着佛教的教义，而是与时事紧密的结合，利用自己在佛教中的影响力来为抗战做宣传。也正是因为如此，明山长老让人见识到了佛教的成长与进步。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明山长老也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不断的推动佛教的现代改革，并积极校正佛教经典，由此成为一代大家。2001年6月1日，明山长老在上海圆寂。6月10日凌晨，佛教众僧对明山长老的尸体进行了火化。当时选中的时间正好就是凌晨3点，也就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所有人屏住呼吸，万物也是一片沉寂，所有人都在静静的送别明山长老。可谁知道，当第一把火点燃的时候，漆黑无比的天空突然就出现了3道金色的光。仔细一看，似乎是金色的光圈，下一秒天空就降下了2道金色的光柱，把山顶的万佛塔照得透明无比。这金色的光柱不同寻常，它不是垂直落下的，而是有弧度的降落，正好尾端的光芒就与放置在明山长老面前的2根莲花形蜡烛相连。看到这一幕的佛教弟子纷纷惊呼，这是佛教的异象，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而在场的人看到这一景象也是非常诧异，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后照片传开之后，有人认为这金色的光芒是大莲花，也有人说是佛教传说中的曼陀罗花，但也有眼
眼神好的人看到了飞行物扇动翅膀的景象，便认定这个东西就是吉祥鸟。不管这金色的光芒到底是什么，在场的佛教弟子都说是佛的降临，自己当时哪怕是在最漆黑的黑暗之中，也感到了无尽的温暖。为此，在场的佛教长老还专门写下了2首简短的小诗，劝人没事多学学佛经，放下不该有的贪念。经过后人的想象加工后，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到底是为什么佛教许多高僧都能精准地预见自己的死期呢？有人认为这可能跟佛教主要的修行方式有关，也就是禅修。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众多佛教经典中，禅修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修行方式。它普遍到什么地步呢？这么说吧，它普遍到让人觉得这压根儿没什么修行的门槛，谁都可以。事实上，这是由于它太寻常，以至于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佛家所谓的禅修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打坐，但这可不是你坐在那里就可以完成的修行。佛教的打坐要求人们必须长时间的保持专注的能力。所谓专注，就是要排除所有的杂念，包括你觉得自己正在打坐这件事情也是杂念之一。换言之，打坐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沉浸在一个毫无杂念的世界里，也不要觉得自己在打坐，而是要放空心里的一切心思。在这种放空之中，你能巧妙地感觉到自己与宇宙的链接，你或许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本注意不到的东西，这时却看得异常明白。总而言之，在这种回归本源的打坐中，你能感受到与万物不一样的链接。这种链接不但让你重新看待事物，还能获得不错的幸福感。当然，上述经验还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专门的修行者而言，此种打坐所获得的经验只是初级的、刚入门的。佛教经典中有明确的记载，修行几十年以上的高僧，他们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也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包括他身体在内，任何事物细微的改变，他都是可以感知到的。就好像是普通人只是听见了声音，但高僧却明确地听到了具体的节奏与震动。从这一角度来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变化如此敏锐的时候，似乎预知死亡也不是件多么难的事情。换言之，是因为普通人做不到这个境界，因而就觉得预知自己死亡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这一本领就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畴。究竟能够修行到什么地步，才能随心所欲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似乎也是佛学者千百年来苦苦寻觅的答案。但或许对于真正的高僧来说，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提就是不太在意自己的命运，是生是死，是富贵或是贫贱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体验过万般滋味。因为他们不被物质世界左右，真正关注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身体，所以在最终时刻到来之时也会有所预感。这或许是这些高僧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带给世人最深刻的启示之一。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